俄罗斯婉拒中方和平方案，暴露中俄最大分歧，顾不上给中国面子。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中方拿出的和平方案里面有2个俄罗斯最不愿意面对的地方，暴露中俄最大分歧，俄方顾不上再给中国面子了。前不久，中国官方发布了一份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也被称为是中方提出的和平方案。在里面提到了尊重领土主权完整、抛弃冷战思维、核武器、停火和谈等内容。然而，就是这么一份看似中规中矩、标本兼治的和平方案，俄乌双方的反应却不一样。据了解，在这份和平方案发出前，中方就曾将内容提前透露给了俄乌两国。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看后表示，乌克兰有自己的方案，但对中方的方案将仔细研究。乌总统泽连斯基也称赞中方的态度是积极的，希望和中方领导人面对面的会谈，这符合乌克兰的利益。联合国也对中方给出的方案给予肯定，称赞其是一项重大贡献，甚至部分提供武器挑唆乌克兰同俄罗斯战斗到底的欧洲国家也开始改变态度，默许泽连斯基在暂时搁置领土问题的前提下与普京进行接触。当然，里面也有西方不愿意提及的，那就是禁止实施单边制裁。然而，俄罗斯方面却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琢磨的态度。俄方代表佩斯科夫表示，我们看到了中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努力和中立态度，对此表示感谢。但是俄方考虑到当前复杂的形势，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认为该方案条件不具备，暂不可行。俄军将继续投入战斗，以达到预期目标。这让很多人以为中俄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一致的人们表示不理解，认为俄罗斯这是不给中国面子。那么佩斯科夫口中的不具备实施条件，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中方拿出的和平方案里面有2项俄罗斯最不愿意面对的内容，那就是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和反对核战争。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次出兵打了整整1年，目前来看，战果就是取得了对乌东4地的控制权，而接受该和平方案意味着俄军将要从乌克兰东部4周撤出，这意味着俄军在乌克兰损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一无所获，甚至还可能把已是囊中之物的克里米亚半岛给吐出来。这对俄罗斯人来讲，心理上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搞不好还被民意反噬。还有就是核武器使用问题，由于俄罗斯的军备发展思路就是将有限的经费主要投入到战略武器建设上，常规军力比较匮乏，导致开战以来不得不屡屡依靠核威慑恫吓西方。虽然收效甚微，但这的确是俄罗斯得以立国的武力基础。限制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等于动摇了俄罗斯的根基。很显然，俄罗斯方面是不太愿意接受的。其实中俄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俄罗斯在乌克兰独立公投这件事上，中方就没有予以承认，甚至有着严重的分歧。毕竟两国在这件事上存在历史的纠葛，因此俄罗斯方面不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和平方案，看似不给中国面子，其实也是骑虎难下的俄罗斯被迫做出的选择。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